嗨，歡迎大家回到 Gina TV。有蠻多人都知道 ，Gina 老師呢跟這個中華民國美業教育協會呢有共同一起開發這個文法課程，並且我們協會啊也有一套非常厲害的一個美業 APP， 可以幫助同學跟客人在溝通的時候讓計價變得更透明。那就有蠻多同學就覺得很奇怪，就說：老師你當初怎麼會想到可以做這個 APP 呢？怎麼這麼厲害呢？那今天我就要告訴你，我這個 APP 是怎麼由來的。就是我之前牙齒都很痛，然後我就去看牙科要抽神經這樣，然後這個醫生就跟我說，你這個牙齒啊，你這邊啊，這1、2、3顆啊，然後如此這般，然後講了半天，其實我真的不知道牙科醫師在說什麼。然後呢，他就跟我說，哦，這樣加起來總共要10萬。然後我就想說，啊，醫生你在說什麼？什麼10萬？我，對不起，我失神了這樣。然後醫生就看到我眼神空泛的樣子呢，他馬上把他的那個 X 光那個大螢幕啊，把它拉過來，然後就給我看說，你看啊，這個 X 光你的牙齒這一顆啊和這一顆啊，如此這般，所以呢，你這邊都要做好。我馬上閉嘴，然後理解，然後跟他說 OK。我就想到我這個樣子跟我的客人長得好像哦，就是我有時候在做這個文法的客人的時候，或做這個眉毛的客人的時候，我就發現我講什麼他們好像聽不太懂。其實啊，我們的客人也是躺在那張美容椅上面，就跟我現在躺在這個醫生的椅子上面是一樣的。我把這個大熒幕拉過來跟他講解，你這個眉毛要怎麼做，又或者是你這個頭髮我要怎麼設計，我覺得他們應該就可以完整的理解我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我们這個傳統的文法模式跟牙醫的模式到底哪裡不一樣呢？我覺得啊，我們傳統的模式大部分呢，我會以10元硬幣的大小幫客人去做估算。這個估算的過程其實就是有一點像是用經驗值去判斷說它可能多大。有時候呢，客人就會覺得，好像不是那麼可以信任這樣子。你不覺得這個跟某一個東西很像嗎？就是你去自助餐買那個菜的時候啊，你今天夾然後是20塊，明天夾一樣的分量，結果他給你算25，那你就會覺得它的標準到底是什麼？為什麼今天跟昨天不一樣？然後你又不好意思問，因為問了呢，你又覺得好像很尷尬，所以到最後呢，你就只能接受。但是在牙醫的模式是什麼呢？牙醫的模式就是它很清清楚楚讓你知道所有的要做的每一個項目，全部都1、2、3，全部都列出來，清清楚楚，數據化分析，讓你沒有機會說不。所以呢，我覺得如果我們要給我們的客人有信任感的話，我一定要擁有一套跟牙醫一樣的系統啊。可是我們放眼美業就沒有這種東西啊，所以我只好自己找人開發嘍。所以呀，我們就找了中華民國美業教育協會一起開發這套我們的美業 APP。其實我們的宗旨呢，就是希望我們有牙醫級的透明化跟專業度。那我們這個過程要做些什麼事情？第一步，我們就是要拍照建檔，所有的術前術後都要非常清晰的登錄。再來呢，我們就是要精準的在我們的頭皮或我們施作部位上面，從熒幕上直接畫出來，把範圍定出來之後，透過電腦來做精準的計算。那計算之後就有辦法去做精準報價。做完之後前後對比，一目了然。所以客人在頭頂上，因為他自己是拿鏡子看不到的嘛，所以呢，透過這個我們的大熒幕顯示，他也會知道說，我原來做完一次的效果是長這樣哦。那我們今天是收1次的費用，那下次呢，他也可以決定他要不要再做，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呢做完之後，他留色還是會有，因為每個人的新陳代謝會有所不同，所以呢，我們做完1次大約會有30%到40%的效果。那客人可以自己決定下一次要不要再做，總共要做1次、2次，或者是他覺得他要很密，他要做3次，這樣都是可以的，一次一次做選擇。好，那我們來看這個案例，這個就是從憑感覺到有數據化。那我們這張圖就是我們把要操作的區域，我把它圈起來之後呢，你看我是凹凹凸凸的，對吧？我還故意不規則狀，讓你10元硬幣沒有辦法算出來。假設是這樣子的範圍，電腦算出來是35平方公分，那我們1平方公分呢收費300塊的話，這邊的精準報價就是10710元，有憑有據，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口上。那我們可以來看我們其他的案例，就是這邊有一些我們客人的一些評估的案例。這樣好，這樣子大家應該就更了解我們是怎麼在做估價。而且呢，我們提倡我們不要使用舊的模式。舊的模式就是他把我們要操作的範圍呢，一次也許他是要操作3次或者是4次，直接做一次性的打包，然後讓客人買單。因為要麼就做到最好，要麼就不要做。這樣我們希望有新的模式，讓客人可以有選擇的程度。例如說，我如果假設我的頭頂的這個區域我是要做3次，那我可以先做完1次，我看看效果，我覺得還可以有30-40%的效果，那我再自己決定我要做第2次。那第2次搞不好做完之後已經有80分啦，搞不好客人已經很滿意了，那就不一定要再補那剩下的
20分。那也是有少數的客人他覺得不，我就是要做好做滿。OK， 那我们就再來第3次，起碼你是可以自己選擇，你要做1次就是收1次的費用，那做第2次就是收第2次的費用。其實這樣子的計價呢，比較可以自己幫自己決定，而不是文法師直接想好哦，我最多就是要這樣給你做得好，這樣我直接5次的錢算進去，這樣子你就是不管你要做幾次，我就是收這麼多錢。其實這樣的模式不一定適合每一個客人哦。那我們新的收費模式可以適應哪一些族群呢？我這邊列出3個。第一個就是我們女生啊，或是男生有髮際線的問題的，這個其實蠻適合做的，因為啊，我們的髮際線其實多少都有一點胎毛，那我們就是用逐漸加密，一次一次慢慢加的方式呢，可以降低他們的負擔，並且覺得好，然後再做下一次。第2個呢，植髮之後，他是不是已經上面有立體的頭髮，但是也許他覺得密度不夠，那你這時候你有2種選擇，要麼你就是在植髮，哎呦那好貴哦。那第2個選擇就是你可以做一點點平面的視覺效果，那你這個立體效果再加上這個平面效果，基本上它就是相輔相成，而且是 CP 值最高的、最省錢的，而且是最好看的做法。然後再來呢，就是小範圍修飾，像這個髮縫啊，我們就可以透過1次又1次的操作來去決定，我的頭髮這樣子是不是髮縫有填補起來了？因為畢竟我們髮縫雖然是有露白，但是其實上面還是有很多頭髮的。那有的人也許做1次2次就覺得效果很好，他覺得很滿意，因為看起來不是那麼白就好了。好，講到這裡呢，我就有一個想法，就是我們能不能讓文法可以推廣出去，讓文法呢也成為像是我們的日常一樣，就好比我們護膚，我們要常常去做一個維持，那我們應該也要讓我們的頭頂也要做一個定期的維護，就好像打音波可能1年打1次，那我們的頭皮呢，其實只要2、3年做1次就可以了。當然，我們做完之後效果不會2、3年退光光，但是它有可能會變淡啊，所以你可以做完之後2、3年再補一下，補一點效果這樣，然後再過2、3年再補一下。其實這樣子呢，你是不是長長久久就可以維持一個頭頂上看起來呢是這個不會很白，不會很多漏洞，然後好看年輕的樣子呢？為了這個夢想，又要跳脫文法好像收費很貴很貴的狀態之下，所以呢，我們才要推廣這樣新的一個收費模式，讓我們的 APP 來幫助我們可以更快跟客人溝通，做一個精準的計算，甚至呢，我們可以把價錢變平價。其實我們文法過去的模式就是高價收費，那其實這樣的高價只能服務20%的客人，但是當我們把它變平價之後，我們就可以服務這市場80%的客人，這樣子不是一個非常好的3贏狀態嗎？第一個呢，我們創造了非常多的顧客，讓客人覺得我們透明、有信任感，願意消費。第2個呢，我們店家是不是就會有非常多的客人，有新客源，那我們就會有業績。第3個，我們這個產業呢，是不是我們就升級了？真的有文法市場，文法師的存在，也可以讓客人感覺到信任標準化。好，最後呢，我要分享一個小小的案例，也是我們這邊同學的故事。就是曾經有一位同學在這邊上課，那我就問他說：“你為什麼要來上課呢？”他就告訴我說：“因為我先生啊，那個頭髮有點少，他就給人家估價那顆頭要做8萬。那我先生呢就說：那你為什麼不去學文法，還可以幫我做1輩子這樣？”然後我就覺得哇，你先生真的是太會算了，太會算了。你看你的頭髮被人家估8萬塊，你叫你太太來學文法是5萬8，那你現省2萬2，而且你還可以做文法1輩子，那真的是太會算了。甚至太太還技能加1，對不對？然後我還送他一套材料。那這樣子，其實對我來講，文法變成了日常，對吧？我的理想也實現了。這個故事呢，是不是已經造成了一個3贏的狀態呢？希望我們今天的分析對大家是有幫助的哦。文法一定要讓它變成日常。Gina TV，我們下回見，拜拜。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讚、分享、留言、訂閱，並且要打開小鈴鐺，你就會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最新消息。我是 Gina，我們下回見，拜拜。